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30号，比特币价格已经来到$24,000附近。今天视频来跟家人们讨论一下，也就是很多粉丝朋友在关心的，我们 15K、16K 有抄底做对的多单，要不要设一个保守的止盈位，也就是止盈防守位要不要往上去修正？我想跟大家讲，你一定不要设哦，因为老粉丝都知道，历史的经验历历在目，当时69000，2021年11月份给大家逃顶在这个位置，我个人也是有开了一笔68000的空单，一路崩盘下来都没有平差，但是一路在修正它的压力，这个位置修，这个位置修，后面是记得压力修正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没想到在这个位置给它自动平仓掉，没有吃到这一波的利润。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Discord 社群建议的这个频道，2022年1月份27号的时候还在给大家秀这一笔空单，是在68000做的空，但是最终后面是平掉，平掉后面也是一直在找其他的币种可不可以做空，后面是 Luna 也是空了一笔在116，但是后面我记得也是做对以后做了一个保守性的止盈位，我记得是在100还是90附近，它自动达到那个位置给我平仓掉。所以我想跟大家讲，这一个 Luna 后面是一路崩盘，直接到 0.00 几，甚至退市，整波的利润，这是历史的经验。我想跟大家讲，不要设防守啊，包括后面整波空头的走势也是一直在找一些品种，看可不可以做空，比如说什么 GMT 啊，包括什么 APE， 其实之前的1-2年是一直在看空那个比特币，就是因为美联储早在这个位置都有一些消息，它要开始加息。那现在已经跌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还有哪一些知识点？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不要去设这个保守的止盈位？它现在是又涨上来。当然，短线我最近也是跟大家讲，我个人是不敢再追啊，手上是还有一点资金。反正长线的仓位，包括狗狗币，我的观点也是一样，做对你就尽量给我拿住啊，时间拿长一点，估计比特币可能还会有高点。第三个上涨目标位，我也是跟大家讲，我不看这个 25K， 至少也要看到 28K， 有可能是我的第三个上涨目标位。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NOK 返用20%，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盘面啊。可以细心的观察一下，昨天价格它已经是又过了这个高点，那现在量能又放出来，本来是担心短线有可能会不会继续震荡，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提的，就是整波走势它一直沿着这一条10均线是一路在进攻，沿着这一个10均线的通道慢慢的缓步往上移，当然这一波是最强势的，当时是跟大家讲18000过第一个上涨目标位，有可能第二个上涨目标要去看20700点，这个位置有一个中段整理，后面是再给了一笔多单的建议，是在这个20300，也是有些朋友是有开对哦，我们可以看一下20300点有做对。我现在的一个观点就是不要去设保守性的防守位，特别是那个比特币，你如果开的多单是在15000或者是16000，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前几天也是在听我的建议，狗狗币也是有开了多单，是在 0.083 到 0.080 附近啊。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下，就目前的价格，它昨天我本来是判断有没有可能还是在震荡，这个是 MA 参考意义不大，但是现在它支撑还是支撑啊，根本就不想破，所以就类似昨天跟大家讲的这一根上涨的 K 线，它也是属于主力的表态，其实这3根全部都是主力的表态。你如果担心的朋友，特别是短线上在这种位置有做多，有些朋友也是在问要不要设保守性的防守位。我想跟大家讲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子哦，当你看到大长 K 的上涨，你如果担心它会有下跌，那我不是有跟大家讲过，短线是非常强势，因为一直沿着这一条均线在涨啊。那你可以比如说这一个一半的位置，长 K 线的一半位置设一个防守位，前面上来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有些朋友是在这个位置就给它平仓掉，非常可惜哦。当时是跟大家讲，你一定要给我抱住，也是有跟大家讲过，可以观察一下，它一半都没有跌破过啊。这个位置有一个整理，它也是连这个一半位置都没跌破，所以现在又是一根大长 K 出来。那我的观点是，你如果是在20300点做的多单，听我的建议，可以观察一下，就这2天的一个区间整理，我们细心的拉到4个小时去观察。它在整个举行震荡的区间，前面几天一直跟大家讲，
这是一根空方的吞噬，也是怕会不会下来，有些朋友也是在担心会不会下来。然后这一根 K 线上影线的位置低点，就是这一根 K 线它跌下去的时候，收盘价不肯破这一个低点的位置，也就是这一根 K 线的低档位置。所以我的观点是，超短线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位置，大约是在22,600到700美金附近，超短线可以在这个位置，如果是真的怕它会不会下去，可以在这个位置设一个保守性的一个防守位。当然波段的支撑我这几天一直在跟大家讲，你可以去观察一下，有可能会是在这个高点附近，就是21,500美金附近。现在20MA 也是穿过的这个位置，所以我的观点是，波段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位置，就是很多朋友在问到底要不要设防守。另外短线如果它整个突破以后，这边是不是一个奔走型整理，会不会进行一个整理的结构，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参考历史的经验，比如说4个小时它的丝绸线，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波上涨也是从来都没有测过丝绸线最红色的这一条60的一个丝绸线啊，也就是60的 MA。 那我们参考历史的经验，比如说它一波跌下来，当时在18000美联储只加息50个基点的时候，它一波跌下来，它如果能测这个60的均线，也是说明趋势可能从下跌的趋势开始要走成一个扭正的一个趋势。当然它会不会上涨，首先要看它会不会扭正啊，就是当它在测这个红色的最红的这个60MA 的时候，有可能就是趋势要开始进行一个扭正，就是从下跌的趋势走成一个4个小时上涨的一个趋势。那更早的一些位置也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它这边丝绸线也是一直在崩， FTX 交易所崩盘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从来都没有测过这个60MA， 但是在这个位置开始测60MA 的时候，也是说明可能趋势从下跌的趋势至少也是走成一个横向没有下跌结构的一个趋势，它后面是一个扭正，这个趋势就转正了。然后我们也可以再找几个位置啊，比如说多头趋势，它在测60MA 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就是要开始走成一个空头排列的一个趋势啊？这边也是有一个上升的走势，很少去测这个60MA 啊。刚起来的时候，这边有测过一次60MA， 然后来到高点以后，它开始测这个60MA， 再测60MA， 它后面是破了这个丝绸线，就转成了一个空头的一个趋势。反正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吧，目前的走势，我们这一次尽量观察一下，它什么时候会去测这个60MA， 那有可能说明一波上涨的走势，它要走成一个区间震荡，或者是整个中线有没有可能走一个中线的回撤，到时候看会不会再上去啊？那至于上涨的目标，也是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上涨目标，我之前是判断20,700点可能是第2个上涨目标位，然后第3个上涨目标位，我估计这个25,000应该是要过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周线目前的收盘价，你如果拉一个时间过去观察，有几个套牢位是在目前的上方，这一根只有一半的位置是在这个套牢的上方。那下方有买的，是不是代表全部都是获利的结构？所以我们从这一根 K 线开始数，2022年的6月份，这边总共有几根？1根、2根、3根、4根、5根、6根、7根、8根，这2根不算，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8根再买的朋友，是不是全部都是获利了？当时这个位置下去，希望朋友们抄一次底，我也是觉得应该是触及底部了，后面是有利润上去啊，都没有买，直到后面 FTX 交易所，我也没想到会有这种黑天鹅事件，崩盘下去也是希望朋友们你应该要继续站在买方，因为看到很多现象，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太坊，当时在这个位置1000美金900附近，希望朋友们去抄底以太坊，到现在以太坊有在跌破吗？没有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狗狗币，当时这个位置跌到这个位置，有在跌破吗？没有啊，甚至还有1倍的涨幅。那其他的币种嘛，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OK， 你如果有抄底这个 OK 币，10块钱到现在40块，它不是牛市吗？都已经涨了4倍了，还不是牛市吗？所以我的观点是，比特币抄底做对的多单 15K 16K 一定要给我抱住。然后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以太坊，昨天晚上
3点多的时候，程序高级的会员组也是有给了几笔空单的建议，比如说15分钟，昨天晚上是在3点45分左右给了一笔1656，然后我后面今天早上也是有跟朋友们讲，15分钟昨晚是在3点的空单，有低点你应该要速度平掉，因为它只是针对15分钟，然后如果是今天早上看到的，你就不用去管了。包括30分钟，昨天也是在3点多$1642附近给了一笔空单的建议，就是这一个位置啊，昨天晚上这个高位，你有空对，速度一定要快，这是程序的交易，30分钟、15分钟或者1个小时、4个小时都是超短线的。包括目前的整个趋势，它其实现在中线是上涨的趋势，短线现在也是有一个上涨的趋势，但是我估计可能整个中线目前上升趋势要在这个位置整理一个区间，1700或者1600，也是跟大家讲的有一段时间，以太坊这一个区间还是很重的一片压力区。其实现在已经不是按这一个10均线来进攻了，就是跟大家讲的这一个20均，有可能这一次这个低点踩20均，这个低点也是在踩20均，它目前就是沿着这个20的均线在缓步的上移，但是这一次有没有可能整理到位，会不会突破？我的观点是你底部有买的给我继续抱住，我也猜不准短线到底会不会守这个20均，还是说它在这个位置横盘震荡，有可能会把这个20均给拉平，到时候看会不会去突破。另外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狗狗币，狗狗币其实还是一样啊，就是这个矩形短线到底会不会突破是关键啊。当然我整个长线包括后面在这个位置有在买的狗狗币，这个位置也有在买的狗狗币，或者是前面这个底部有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狗狗币不要去管它 0.05、0.06 会不会破，有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底部啊。因为整个周线之前也是一直在跟大家讲，整个周线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它这个位置拉升上去，这边有一个主力强势的洗盘区，破不下去啊，这是对数图啊。如果不是对数图，后面可以观察一下，这整个区间 0.05、0.06， 它上去是涨了多少倍都不知道，这就是一个主力很强势的一个洗盘区，到现在都没有破啊。所以我的观点是耐心一点，估计应该也是要往上去看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